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们好，我想我要录这样大概录几段视频嘛，看一看需要多长时间，就是把我想说的话说出来。因为近期从3月1号到3月2号，那么先是由环球时报，然后是CCTV 我看到中央4了，还有就是凤凰卫视等若干家电视台，连续的播出了就是有关谢阳酷刑的事情，完全是捏造，并且呢是江天勇这个江湖骗子，他利益捏造，因此他主动联系了谢阳的妻子陈桂秋，商量好了如何编造。下一步呢是开始传播谢阳被酷刑的这些信息。这个时间按照环球时报和中央电视台他们的说的时间是2016年的10月份，而往后律师去会见，所说的律师就是我本人陈建刚律师，在2016年12月下旬的时候见到谢阳，然后在1月份，在17年1月份制作了2份笔录。环球时报和中央电视台的说法就是这2份笔录和有关谢阳被酷刑的内容叫如出一辙，也就是我现在已经把我本人大概是就是说猎人的枪管现在已经对准我了。那么我在现在我还可以自由留下一点声音和影像的时候，我要说一下啊，那个首先说就是我和江天勇虽然我们关系很好，但是我们见面的时候应该说都能数得过来。我上一次见他，就是我最近一次见他是2016年元旦以后，当时我们在北京一块吃饭，其中有我，有李金星，有江天勇，还有其他几个人。我当时还和江天勇拍了一张照片，从此以后我没有见过他。我甚至和他极少通电话通信息，因为他这个人找不到，他手机号我记了好几个，通常打不通，而他又不用微信，而我是一个习惯用微信的人，所以我们几乎联系不上。他换了新的手机号也不告诉我。那么我最后一次得到他信息是在2016年12月15日以后，不对，是11月15日以后。因为为什么我记得这个日期？因为11月15日我发布了一篇文章《张思之论》，那篇文章引起很多人的围观。在这篇文章江天勇他看了之后，他在一个社交软件上给我留言，指出了一个错别字，然后呢说你这篇文章不是一般人能写得出来的。我一开始我不知道他是谁啊，我就问你是哪位，谢谢你的鼓励，没有回音。再往后我知道他是谁的时候，他被抓的消息已经传开了，所以他被抓的时间是11月21日，也就是从15号到21号这6天之内，他给我留言就说那么2句话，找出了一个错别字，然后是说你这句话。也就是说我和江天勇根本就没有见面的机会，没有聊天或者商量怎么捏造酷刑的机会啊。这是其一。其二是我和谢阳的妻子陈桂秋教授，因为我和谢阳关系比较熟的原因，我叫他嫂子。陈桂秋和我之间也不可能捏造，因为什么？他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而我是一个独立的律师，我不可能接受他编造的一个谎言，然后我根据这个谎言再去炮制这个会见笔录。这不是说一个危险不危险，而是涉及到个人尊严的问题。他不会这样对我提出这种要求和安排，我也绝不会接受。这是人与人之间最起码的尊重，我们相互之间绝不会在这方面出错误。好，我继续啊，这是第2个5分钟。
我和江天勇之间也绝不可能，他捏造好了谎言，然后安排我再去这个见谢阳，然后炮制这个假的会见笔录。为什么呢？君子之交以德，如果以这种虚假苟且，不会有交情。我和江天勇之间就是真正的君子之交，义气之交，我不会接受这种虚假的任何的这种安排，而他绝对尊重我，他绝不会这样安排我，我也尊重他，我也了解他，我们相互之间就是他如果是一个造假的人，我不会和他交往。我如果是一个听人教唆造假的人，他根本就不会理我。我为什么环球时报和 CCTV 的有些记者这样暗示说他们先编造了，然后律师见了谢阳之后炮制出来如出一辙的会见笔录？这是因为你们太卑劣，你们太无耻，你们以这种作为你们吃饭的本钱，然后你认为其他人都这样。我其他的话我就不再多说了，因为你们炮制的这种谎言已经丢脸丢到全世界了，你们还不知道羞耻吗？下一个问题是说这个有关酷刑的问题。我提起这个问题来，可能就是我可能要说比较多的内容，因为会见谢阳，我到现在为止有3份笔录，但是我只公开了2份，其中第3份还没有公开。那么我说一下就是这个时间段的问题。我第一次见到谢阳，先说第一次去长沙是大概是12月19号，这个日期我还要去查，因为我当时我明确的知道我是不可能见到谢阳的，所以我把材料交给看守所，他们也没收，他们只是记下我的电话和律师执业证的号码，然后说向领导汇报。我明确的知道他们不会让我见，所以我就说我先交给你们，你们去找领导审批，然后我就走了。因为我在审判阶段介入这个案件，我个人想的就是我在任何一步，因为我知道谢阳这个案件什么性质的，已经到什么程度，这种逼迫，如果律师有任何纰漏是不会被许可的。所以我在会见当中我没有一丝一毫有任何一点点违规。然后就是第一次我走了之后，第二次去是21号，12月的21号，也就是江天勇被抓整整1个月之后，22号我再去会见。因为这个会见的经历呢，我写了一篇文章叫《会见谢阳的前后》，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因为我详细的就是说了这个过程。那么先见到这个接待的警察，收了材料，核对整齐之后，说你要去见所长，所长对我一番告诫警告，然后再见副所长，见了副所长之后才给我安排见谢阳。我见到谢阳之后因为这是第一次见到他，这一次呢我没有做笔录，我是说没有打印下来或者写在纸上让谢阳签字，因为这是很长时间见不到他，第一次见到他，我们毕竟要说一下对于整个事情这个过程，他被抓以来他在里面整个的大概的过程，然后聊一些这个他家里的事情他关心的事情，所以而我会见的整个过程有严密的监控，房间里我看得见的就有3个摄像头。我们会见整个过程当中，警察是不断的出入的，并且所长警告过我，我和他有君子协定。我在每一次会见之前，我所有的通讯工具从不带任何有录音录像功能的东西，我的公文包都锁在他们箱子里，所以我就是抱着材料和拿着笔几张纸进去，仅此而已。再录下一段，这是第3段第3个5分钟。第一次见到谢阳之后呢，我们聊了
一些其他的事情，大概就是因为时间比较短，上午已经快过去了，我上午见到他已经10点多了。那么到下午呢，这就是我说的是12月22号，下午我记得我先去的法院递交委托手续，法官叫刘征，这个我知道了。没有见到刘征法官，是转交，有专门接收的。然后我再赶到看守所，这个时间也已经过去一部分，也就是说整个会见的时间是有限的。那么下午呢，我们还是让聊。说到这里，我加一句，就是刘征法官我见过，办理谢阳本案的刘征法官，长沙中级法院刑事审判厅刘征法官，在看守所的时候和我见面，因为他要去给谢阳做这个换押手续，要求谢阳签字。虽然我在会见，但是看守所给他提供便利，在我会见的时候，刘征法官一样可以进去让谢阳签字。我们聊了几句，他说这个有关阅卷的事情啊等等，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正式确立，或者法官已经确立我这种委托关系。23号，然后到23号，谢阳开始给我讲，就是他整个被抓以来，一直到最后，就是我们见面那个时候，这个过程，他所遭受了哪些事情，他一边说，我一边用电脑记录，当时记录的非常零碎，也就是记下一句话打一下回车，记下一句话打一下回车。然后呢，这个过程比较简单，因为他是说我先告诉你这个大概，哪些人，大概我遭受了哪些事情，详细的细节我们日后再谈。所以我要问他，他就说这个你不要问我，我先把整个过程给你讲完。这就是我这份我记的这个记录呢，我是存在电脑里的，也没有打印，也不需要他签字，因为我就先知道那个大概。然后应该是23号当天晚上，我就离开了长沙。这是第二次去长沙办理本案，第2次去长沙，第3次去长沙，也就是我做第1次笔录的时候，是在2017年1月4号、1月5号、1月6号，连续3天，应该是上午、下午、上午、下午，连续的会见。所以这3天当中，我至少应该是会见了5次或者是6次。那么这整个过程就是我拿着电脑，然后谢阳给我讲，我问他问题，我做记录。这个过程当中监控之严密啊，就是房门我进去之后，我必须在里边反锁，因为我和所长有过这个协议，就是如果任何人在看守所门口，就在那个房间门口经过，给谢阳打个招呼，就算我违规，就必须把我排除出来。所以我进去之后立即反锁门。而他们里边警察是可以随时推门进来，因为谢阳是被靠在那个椅子上的，警察经常会进来说这个，我看在监控当中发现谢阳的神色不对，这样，就是在这样一种严密的监控过程当中啊，后来警察也说，我看你们也没什么正事儿，你们不就是聊天吗？是的，我们就是在聊天嘛，在在沟通这个案件的事情嘛。他说，然后我记下来，那么他所遭遇的酷刑，到现在为止，谢阳所遭遇酷刑的这些内容，主要是我传出来的。但我不是第一个传达这种信息的，因为谢阳的妻子通过其他渠道老早就知道谢阳遭受了酷刑，甚至有体制之内的人给他传达出这种消息来。他所遭受的这些种类的酷刑，提前略有耳闻，我并没有仔细的关注，因为我无能为力，我看了伤心，所以我也不看。再录第4段。因此有关谢阳所遭遇酷刑的事情，
我有预料，我在外面的时候，就是之前有零碎的消息，我从没有仔细看，看了伤心，我无能为力。所以我第一次就是我详细了解到，也就是信仰告诉我。那么在做这个笔录的时候，我的笔录当中大家都看到了，我个人是非常愤怒的。谢阳给我讲到他被折磨的想自杀，他后来说到那警察威胁他要有车祸，把他妻子和女儿杀掉，他在里面哭，我在外面，我就这样雷击那个桌子。谢阳是一个非常坚强的人，不是到最难过、最伤心的时候，他不会掉眼泪。他在我面前哭泣过很多次，所以我觉得我一生一世难以忘记，我和他隔着铁窗，他在里面掉泪，我在外面掉泪。他长时间的被疲劳审讯，不允许他睡觉，在被关押的房间里，就是要求他挺胸，双手放在膝盖上，脸不能扭一下，眼睛不能随便看，不可以闭眼睛。而警察分了若干班，就是这样。谢阳每天可以休息2个小时多一点，警察是轮流休息，然后尤其是在谢阳最为痛苦的时候，凌晨2、3点钟那个时候进来折磨他。我知道笔录我公布之后，有网友归结为12种对谢阳的这种酷刑：疲劳审讯，不让睡觉，不给喝水，吊椅，他有病不给他治，毒打，几个人环绕在他身边，每个人手中点着就是4、5颗香烟，手中拿的全是香烟，抽一口浓烟就喷在他脸上，总是这样。谢阳说：“你们这样做不大好吧？”警察说：“我抽烟你管得着吗？我抽烟你管得着吗？”因此就是这样整他。很多这种就是恐吓他要折磨他的话，警察说出来，谢阳听进去，然后告诉我，我记下来。我对我所制作的这2份笔录，任何一个字，我都承担责任，都是事实，都是我和谢阳这样沟通所记录下来的，经谢阳和我签字的。所以如果将来我失去自由，那么我留下这段视频，就是说我将来如果我对外说笔录是假造的，请大家一定记得，我不到像谢阳那种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或者拿家人儿女做威胁，我不会屈服。现在录第5段。谢阳
他给我讲他遭受的酷刑啊，就是在长达6个月的时间内，他一直每天在忍受这些人渣的折磨。然后到他们要拿的笔录都拿到了，谢阳被逼，就是他写过好多自述的材料，就是最后仍然逼他嘛，他还是这样长时间的不能睡觉，不能休息，就是他瘫在那个小桌上，就脑袋垂在桌上抬不起来，一支笔他拿不动，那些人就是把他的脑袋提起来，然后这样谢阳就说我已经什么都写不下来了，这个他被折磨的掉眼泪哭了，然后因为山穷水尽的境地，后来这些笔录他们拿到几十次以上的笔录，没被采用的还有很多，所以笔录上写什么，谢阳甚至是无权过问的，不可以问，不可以改，甚至不可以看，让他签字他必须签字。到了就是有关谢阳的这些材料做完，然后下一步就是对谢阳进行威逼利诱，就是说让他去构陷其他人，刘卫国呀、庞坤呀、刘金香啊、湖南的蔡英啊、胡连正啊等人，包括我本人。谢阳这件事情他就是推脱，他不能这样做。然后后来尹卓等人呢，就是说可以把条件再往下降一降，你把湖南的2个人，一个是蔡英，一个是杨金柱，把他们牵扯出来也可以算是立功，也可以给他把他放了。但是谢阳说，我和这2个人虽然认识，但是确实没有什么过密的这种过程交接，所以让构陷他这个无话可说，做不到。那么因此这个尹卓就很失望，就对谢阳很不满意。那这种不满意就是反映出来谢阳他的肉体痛苦上。这然后6个月满了之后，把谢阳转到看守所，看守所的袁进是谢阳的管教，他一心想让谢阳认罪，也就是上央视，这样他就可以立功，甚至他被许诺，但这个话这都是谢阳告诉我的，袁进被许诺要从看守所调到一个派出所去，所以他这个袁进巴不能得，他的原话就是说，谢阳你赶快认罪吧，你认罪你走了，然后我马上就能调出这个地方，因为警察大概都不愿意在看守所工作。而谢阳不从，然后就对他做了很多的折磨。这种折磨反映在，因为谢阳在看守所待的时间更长，他从这个16年初，从16年初一直到现在，已经在看守所待了1年多了。而这个长时间内，一直到谢阳能够见到律师，有可能将近1年的时间内，谢阳一直在袁进的手下被他折磨。具体怎么折磨的，我们那个会见笔录当中都有，就是尤为我觉得最难堪的是，让谢阳上厕所的时候没有手纸。一个人不是卑劣到极点，不是无耻到极点，怎么可以这样做？下面我录第6段，也就第6个5分钟。在今年1月13号，也就是我第2次制作笔录要结束的时候，谢阳给我在我手中拿了一张纸，就是他自己写了一个声明。这个声明主要就是强调他曾经遭受过酷刑，这不是因为我或者和谢阳我们能够预料到
会有《环球时报》和中央电视台这种一贯的无耻的造假，掩盖真相、传播谣言、传播假话，这种政治的宣传，不是我们预料到，而是当时是想，如果万一哪一天谢阳在生不如死的情况之下受不了，或者说拿他妻子儿女生命来威胁他做出这种妥协，那么我提前有他亲笔写过的他对自己的认识，一个就是他曾经遭受过严酷的酷刑，而警方、检察院、看守所一再竭尽全力要做的就是让他认罪，然后这个会给他的诱饵就是给你取保，而谢阳他绝不认罪，因为自己完全无罪。再然后就是除了这个遭受酷刑之外，如果存在就是万一以后出现新的状况，他自己要留下来，他对他当时自己的坚持，为什么就是在这种生不如死的境况当中走过来，就是因为他完全无罪的。他个人的想法就是要为中国的律师这个群体保留最后的一点脸面，还有就是他个人想的是，现在全国范围内全国一盘棋的对于人权律师，对于敢和公权力依法相对抗的这些律师进行打压迫害。谢阳说要在他这个案件身上竭尽全力的打，像阻击战一样，如果很顺利的在他的案件当中过去了，那么可能这种毫无忌惮的公权力在以后整顿、迫害、打压其他律师就非常容易。所以谢阳他愿意以身试虎，我不是说他有多伟大，我太了解他有很多缺点，但是在这一点上，他是说他要用他自己的这个案子来打阻击战，来阻拦以后对于律师群体的迫害。这样我们在13号下午我打印好笔录，然后由他去确认签字，同时给我写了一份这个他自己的声明。大致过程，会见的过程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因为我之前曾经写文章，会见谢阳的前后曾经表述过，所以我不想在这个视频当中一段一段的录了。那么我还需要说一下，就是湖南省检察院那种无耻的手段包括中央电视台所做的这种真实颠倒是非、颠倒黑白，因为他们是带着任务去的。我只是说，这中间不可解释的这些，你们自己，我希望他们能够公开的出来和我应战，和我拿证据来进行论述。他们整个的采访视频当中没有问过谢阳一句话，你遭受过酷刑吗？律师公布的笔录是你亲自说的吗？经你签字确认了吗？从来没有这些问题。而谢阳也，我相信肯定是问过，为了麻痹谢阳先说这些话，然后是说你现在怎么样？谢阳说他现在可以睡9个小时，会有人给他检查身体等等。但是在1年半之前他遭遇了什么？视频当中一个字都没有。继续，这是第7段。湖南省检察院所谓的那个独立调查报告，我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对湖南省检察院独立调查报告的追问。主要观点在那篇文章当中，大家可以找来去看一下。因为我今天听到消息，有地方上的司法局传来话说，这个陈建刚律师骂这些人是猪一样的思维，这就不是律师的素质。今天我要强调，我首先是一个人，一个有血有肉、
有思想的人，我然后再是一个律师。而你们能不能先有人的思维，然后再说话，再出来做领导，拿这个老百姓的血汗钱呢？这个报告啊，这个视频当中所展示出来的崭新的那种小学生好像在图书馆就是随地而坐的那种小板凳，还有就是我见到的小学生小饭桌上用的那种板凳，很低的小板凳，小孩子坐的，然后居然拿到视频当中说给谢阳做的就是这种，这就是崭新的，你们这种造谣的就是编造的手段能不能高明一点？再有就是所谓自发的成立了独立的调查小组，从谢阳被抓以后，长时间的见不到人，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家属和辩护律师跑遍了湖南所有的部门，公权部门，包括湖南省检察院，受尽了屈辱、白眼、嘲讽，没有人管。那么他们所说的这个有关谢阳被酷刑是在2016年的10月份，然后西方媒体报道，然后你听那个姓杨的检察官说看到之后他们自发的主动的成立了调查小组。那么从10月份一直到17年的2月份，你们成立这4个多月当中，你们在做什么？你们在装死狗吗？还有谢阳失踪以后，家属多次去控告，你们没有任何人接待，你们还觉得还在有脸在视频前说你们为了保护当事人的权益，其中还有很多这种造假的问题。那么另外一个非常显著的，我想大家也应该考虑到，2份笔录当中提到的有名有姓的国保、警察、检察院的检察官几十人之多，没有一个人出来面对镜头。如果你受了我们笔录的这种谣言的干扰，你应该理直气壮出来说谢阳说的是假的，陈建刚律师做的笔录是假的，我等待你们出来和我辩论，咱把事实说清楚。没有一个人。那么50多个人当中没有一个人出来，为什么？你们还说调查了那么多人？再者就是按照法律的规定，谢阳这个案件的罪名必须有监控，并且这个规定执行了好多年了。而案卷当中说这个酒店这个招待所监控设备陈旧，不能够完整的记录还多次故障。你们已经发现它多次故障，也就是说曾经有过好的时候。你说它声音的质量很差，也就是说可以有图像和比较差一点的音频，有10分钟我们需要看10分钟，有50分钟我们需要看50分钟，你们1秒钟的视频没有。如果在关押半年之久，按照法律规定每1分钟都应该有视频，你们什么都没有。你们就是这种但凡出现警察行凶作恶造孽的时候，视频都没了，监控设备都坏了，还能欺骗人吗？中国人民不是像猪一样被你们这样长久的欺骗。